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我们需要那边有4个人踹这4块玻璃，然后同时有2个人按这个。等一下，我先要看一眼。朋友们，空中啊，4个男生来吧。好，没有生命危险吧？就是事后才知道，现在肯定不知道，现在肯定认为没危险啊。我想看看你们那是什么样。我也想看看。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有信心吗？没有，完全没有。你行吗哥？我是弟弟，现在。来吧来吧，来吧。对对对 ，OK。哇，这么帅，兄弟！这还挺难。没事儿，一会儿咱这样式啊，站在边缘的时候，我说我们准备好了，他们开始摁动了，我说兄弟们3、2、1，走，往下走，一起下，然后蹬在墙上，我说松点绳，然后我们多松一点，3、2、1，一荡，然后就踹进去。发力松绳踹，然后再松站紧，站到那儿，就是这样，啪，而且你还要控制住，就他一定是踹过去的时候从这儿走，你别是松多了这样，松多没事，就怕松手。哎，好难好难。你就放就行了，没事。这我们一会儿可以下去那一会儿先感受一下那个松的程度。谢谢。OK， 上绳了。加油加油，兄弟们！加油！我天哪，这个太难了。你就放就行了，没事。要成功，先发疯。注意安全啊！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行，那下面交给你们了。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得见。开始。男生下吧，快下！好，来3、2、1，走。哇！哇！ OK， 可以吗？可以。我们先弯着呗，直接一起发力。是，来，3、2、1，走！走！
哇，兄弟们还是挺震撼的。哎呦，我这个 OK 没事。对，我们想办法把那个门开开。找钥匙，对。这儿，灌啥呢？哇，谢谢你，知道你们刚才有多帅，太震撼了。赶紧走吧，各位。走吧。行，那咱们从这儿下去吧。行，来，走。密道。我先下，对，扶着那个。哎呀，下面是什么啊？哇！闭上眼睛下来了。好的。等一下，我在下面。哎呦，检测到有人进入，是否开启明亮模式？开启明亮模式。哦。我们现在身处于这个装置的机房之中。我们要到的地方就是这个机房。对。对。来，语音感应系统，请大声说你好，汪汪。唤醒系统。你好，喂。哦。这个是什么？编号。等一下。哎，这谁？这不是我妈吗？因为我妈妈是 AI 博士，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店长发的视频是 AI 的。AI 大师线下训练班，1周速成 AI 大神，包吃包住包就业 ，AI 专家贺妈妈，时代的风口，财富的自由。原来你妈妈是这个的。你妈妈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妈。你妈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我妈是个好人。别装了，我告诉你，你今天也难逃一死。难道一死吗？这么狠吗？非得死了才行。母债子偿，懂不懂？没事儿，咱们接下来呢，先查一下各位的资料，先大声说你好，然后语音输入编号。你好，旺旺。一起喊，来，3、2、1，你好，522，522，522。你好，我是推汪汪。编号70885。哦。What's wrong？ 哇哦！哇！哇，他可以投！哇！已调取被骗人员最后的视频资料。刘医生，真的很谢谢您，谢谢您告诉我国外有这种特效药。您说的对，如果不吃特效药根治这个病，只会拖累小林更多。但是我想了好久，留给小林的10万块钱，我还是不想动。我把其余的8万都打给您了。被骗了。8万。小林上次告诉我了，您说只要我好好吃药治疗，我还能陪他很多年。真的很谢谢您，刘医生，您的大恩大德，我都不知道怎么还。这太坏了。说说吧。刚才那个人呢，是我奶奶。我呢，从小跟我奶奶一块长大的。她是每天在人家给人家打扫卫生，然后当保洁。嗯。我所有的生活呀，然后上学也好，都是靠我奶奶去打工。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快点长大，我就可以赚钱了，就可以去报答他。今年的1月末的时候，他突然检查出来生了很重的病，听说星光咖啡馆这个地方工资很高嘛，于是呢我就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干活。就在3月末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其实我特别的难受，不敢相信这一切。因为那个刘医生跟我说过，说其实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在赚钱嘛。对。前几天收拾一下我奶奶的遗物，其中有一个账本是专门记录着我们家的账，然后我发现我奶奶一共辛苦了这么多年，攒了18万块钱。她写了一条：我治病最多只花8万块钱，剩下10万我要留给小宁。再往下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话是：根本没有特效药。谢谢您告诉我国外有这种特效药。我被骗了，但这钱我不能花了，我不能再拖累下去。所以我通过这个断定，他是被人骗了，导致他自己放弃治疗了。他的遗物当中其实有个手机，我一打开之后发现了一个对话框。刘医生跟他说：“哎呦，我有个特效药什么之类的，我可以给他治好。”我去问刘医生，刘医生说根本没有这件事儿。用刘医生的脸，对，用刘医生的脸导致他受骗了，然后最后去世了。推凶是帮助老板去做一些 AI 视频的一个罪魁祸首嘛。恰好遇到了另一位推信兄弟，推兄为我提供了技术支持，用推什么什么帮我制作非常真实和精确的视频，肉眼根本无法识别真假。所以我就怀疑这事儿跟他有关。于是我在晚上9点的时候返回了星光咖啡馆。当我来到星光咖啡馆的时候，发现这张纸。在刘医生治疗的过程当中，我邀请过刘医生来咖啡馆，因为我想要感谢他，但没想到我的这个举动反而扫描了声纹和形象采集。这事儿其实是怪我，对，因为是我把他带到了这个星光咖啡馆，他被采集了，所以导致我的奶奶被骗了。既然是因为星光咖啡馆采集了刘医生，那这事儿一定是推凶干的嘛，我就要杀了他。OK。我想看一下丁某某的这个编号，推汪汪。您好，我是推汪汪。编号7758-258。258。亲亲我吧，爱我吧。来吧。哥哥，我会乖乖等着你朋友来接我的，你就放心工作吧。那我一会儿就把丁小弟交给你朋友啦。他就是骗他说会来接，他就把拐走了是吧 ？OK。我弟弟比我小18岁，他是我家的宠儿。有一天我到学校去接他的时候，老师说：“哎，你不是今天过生日吗？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把弟弟给朋友提前接走。”他说，当时确实打了个视频过来，确实是我的脸，我的声音。下午还没有放学的时候，那个就来了，把我的弟弟带走了。回到家之后，一通电话打过来了，然后绑匪他们要300万。300万。对，要300万，我们家庭很难拿出来，但是我们就砸锅卖铁，拼尽所有。还是很庆幸的赎回来了，赎回来了。对，我弟弟赎回来了，赎回来之后，我弟弟就患上了 PTSD。对，我其实就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们分开之后，他们俩去照顾了，你去干嘛了？我先回家了。有没有再来过办公室？不重要，你先不重要，我睡着了。还有你是谁 ？Who are you？我们柯大人还没说话呢啊！来，坐屁股底下，你把我们的名字坐屁股底下。后面去，马上到你了。你好，汪汪，推汪汪。您好，我是推汪汪。编号520920，金某某。小杀手。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幺蛾子。往后退。金总，既然您都说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我作为财务也不好说什么了，毕竟是您家里急用钱。那我就不走程序，马上把您这笔款给您打过去。OK。孙总是谁啊？金总。金总，你们都空耳朵要命了都。宝宝，去挖一下耳朵好不好？踩个耳。听到人家说叫我什么了吗？金总。你们都把故事给我听清楚，不要急于定罪，因为真正的受害者在这儿。金总，您请说。大家都知道我叫卡戴珊吧？是因为我在咖啡馆办了3张卡。为什么我只办了3张卡？因为当我要去办第4张卡的时候，卡刷不出来。我的卡里面有非常多的钱，因为我有个潮玩店，我是主理人。他说余额不够，我立刻查，余额只有100。你可以买我的卡，我很便宜的，我的。你以为我已经有了？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王财务，王财务说：“金总，最近几个月你一直在让我把钱汇到你的另外一个账户上面，公司的账面上已经没有钱了。哦，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我的钱就这样被汇走了。所有的 IP 都是海外包装，层层叠加，我根本无法溯源，我所有的钱都没有了。”你还有3张卡？对，应该帮你补充一下你的这个故事。补充什么？被 AI 冒充诈骗，于是你就趁机的把他给杀掉了。冤枉人哦！我可以告你诽谤，虽然我只有100块了，我也可以聘请我的律师。好。其实我们这里只有这3个人，宁、丁、金嘛，对吧？虽然这上面没有鹤，可是你妈妈就是这个 AI 大师。来，兄弟们，搜他身。把衣服脱了，是都迫不及待。我慢慢的，让我娓娓道来。好，坐。小时候我跟我妈妈关系不好，因为我妈妈对我的关心少之又少。上学那会儿就下定决心，我说你不关心我行啊。那我也不需要你，我就去过自己的生活，找自己的工作。毕业之前，我妈发了个短信说：“儿子，你毕业典礼这么重要，我一定会来的。”我还是在赌气，我就给我妈妈发了信息说：“你先能来再说吧。”也没答应她，也没有拒绝她，就这么草草了之了。但是呢，在毕业当天，我还是非常非常期待我妈来。没等到人，等到了一通电话，说我妈妈在车祸当中去世了。也就是2025年的6月30号，我一开始没有想太多，但是当我听到了他的致死原因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他不只是车祸，他是酒驾，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我妈她是从来不喝酒的，因为她干科研工作，所以说时刻保持清醒，她对酒是滴酒不沾的。她为什么会酒驾身亡呢？所以我就展开了对他这个车祸事件的调查。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我妈妈是一个 AI 模型的训练师。他做了那份 AI 的技术模型，叫做推汪汪。还有推汪汪，推光光，推汪汪，汪汪狗。我妈还送了我一只狗。你好，推汪汪。你好，推汪汪。推汪汪。哇，你是在叫我吗？你妈妈 AI 大师，妈妈也不是什么好人。大家可以看一眼，我妈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好，这是什么？哎呦，妈妈给她写的信。3月12日，今天成功把旧照片动态化了。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希望看到孩子活过来的样子，哪怕只是 AI 生成的几秒钟呼吸，一个微笑。对他们来说也是活下去的念想。5月21日，优化了想象力算法，现在的它可以把大山里那些孩子的画变成真实的海洋和星空视频。软件的授权流程出现了严重的 bug， 如果不做好会导致技术滥用，必须叫停所有上线事宜。
是因为他发现他这个模型在被别人使用的过程当中，授权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安全的措施，所以说他叫停了整个项目，也因此，在我的怀疑里边，他是得罪了一些人。这次车祸一定是陷害、谋杀。有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之后，昨天我就发现了办公室里面那个推网网的模型。我突然就想到，这是同一个模型，难道就是这个推凶，他在用我妈妈做的模型干的这些事儿吗？那我妈妈的死亡会不会跟这个推凶有关呢？你回来了，对不对？跟你是一样的，但我比你晚一点去。你们都是返回去拿的。他是9点去的嘛，我是9点15分去的。还是这个？这是按次播放。兄弟，你现在知道我这个软件有多牛了吧？那个叫贺妈妈的开发师技术是真的厉害啊！哎，做出来的视频没人能分出真假，也不枉我投钱给他。可是他太清高了，非要让用户授权才能用，那我还怎么赚钱？这些拦着我们赚钱的人呐，早就该解决了，一场意外，谁又会知道是我干的？我妈妈的死是推凶指使的，她是幕后主使者。杀母之仇，不得不报。我想杀她的心非常强烈，更待何时？所以我就是凶手。我恨不得我现在再把她给救活了，再杀她。好。你怎么杀他的？你详细讲。对，你先说一下你怎么杀的。我们都相信你是凶手的话，你告诉我们你的作案流程和手法以及时间。你不能说你是凶手，我们就信了。不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对啊。我说的是，我巴不得我是凶手。在这跟我们玩文字游戏。中华文字博大精深，你懂不？给我扣帽子。行。其实现在这样一轮下来，我们4个人动机都非常明白。对。真的很谢谢您，刘医生，我把其余的8万都打给您了。他是被人骗了，导致他自己放弃治疗了。我会乖乖等着女朋友来接我的，你就放心工作吧。赎回来之后，我弟弟就患上了 PTSD。金总，既然您都说可以这样操作，那我就不走程序，马上把您这笔款给你打过去。我所有钱都没有了。我妈妈的死是推凶指使的，她是幕后主使者。第一桶是什么？第一桶金。哎，你妈妈这个 AI 培训是哪一天被滥用的呀？应该是最有意义的那一天，技术突破那一天，都有可能翻正。对，5月21号有一天，对不对？2025-0521。对的。0521。那么就是0312，再试一下。0312也不对。或者你毕业那一天。他又不是我爹，他为什么要用我毕业那天的东西来做密码？不是，应该不是你的，他这是赚第一桶金，也就是他骗的第一个人嘛。他第一个骗的谁啊？你弟弟被拐骗的那天是7月，我是6月。6月，金卡戴珊，我是3月才发现，3月才发现。哎，开了，为什么？你试出来了。0220是什么日子啊？谁被骗？谁被骗？就是我们是天选之子，不用知道就能开这个。不愧是新人啊，守期望。这是我的高光。拥抱 AI 新时代，不劳而获是常态。2025年1月，投资贺妈妈研发出市面上最先进的推汪汪。2025年2月，瞄准了长期异地恋的建筑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你的男友啊？啊？你的男友啊？哎呀，什么情况？你们以为我只是不学无术的富婆吗？哎。我的第一笔大单值得纪念。你被第一次骗的钱。2月20号，我就说这个数字怎么那么熟悉？
是这样，我跟他的爱情是完全建立在就是一个金钱上面。不，灵魂。感情。我是建筑师，他是设计师，就是这个图标。这是他亲手设计的，这个设计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俩是灵魂伴侣。那个时候我们俩刚在一起，他就被外派了，所以我们俩只能异国恋。从时间线上，他是我们所有人中第一个知道。我说完了吗？你这给我扣帽子，不使盆子往我头上啊！我说完了吗？我表演完了吗？啊？我们俩长期异国恋，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宝贝儿，我这儿出现了一些情况，给我搞点钱吧。”然后我就说给他弄点钱，然后他说：“哎呀，我这儿又有问题了，给我来点钱吧。”我给他来点钱。有一天他说：“哎呀，宝贝儿，我说宝贝儿，就最近你跟我要太多钱，我有点弄不过来了，你等我2天好吗？”感叹号发不出去了，你删了，他把我删了。OK， 从此消失。对。因为我是有钱的富婆，我就去调查，我最终找到叔叔阿姨了。我说叔叔阿姨，这事儿我不是来要钱的，你们先别着急，我要人。叔叔阿姨说2个月之前他就去世了。哦，他就是从2025年2月20号那天给我要的钱，从那天开始问我要钱，已经换人了。行，那就是2月20。对，6月份的时候让贺妈妈彻底消失。7月份的时候。崔店长提供场地，在咖啡馆里偷录面容，他出场地，我出技术。只要去过他的咖啡店，人脸就会自动收集到他的 AI 面容库。非法产业链。哦。8月份的时候，他做的是 AI 大师线下训练班，也就是用贺妈妈的名气骗更多人来我园区做我的免费劳动力。从 AI 的那种盗用变成了 AI 诈骗。那这个就要按时间的，一个一个的。对，他就是整个的他的创业计划都写在这儿了，包括他对于我们所有人的联系。那还有一个电话是李飞的，他跟那个推能造有一段对话。3月31号，推老板，我最近状态不太好，能不能辞职不干了？除了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乖乖在这给我做事，否则有你好果子吃。队伍日，崔老板，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一定不会把之前的事儿都说出去的。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你这辈子的把柄都牢牢攥在我的手里，一辈子都别想回家，除非我死。他也有杀机。怎么了？自毁模式即将完成，基地将在5分钟后彻底塌毁。我们去哪儿？我们逃出这儿。我们先去回到星光咖啡馆。崔妈妈，你们好，我可以关闭基地的塌陷，但是创造这个系统的人给我设置了一个安全密码，只有打开它才能阻止塌陷的装置。贺妈妈，创造这个系统的人啊。妈妈。我给你的是最特别的。哦，是手势舞吗，哥们儿？真假的？520。什么是这样？啥意思？请将答案写在此感应区。A B C D E F G H I J。就是跟他这个是不是字母不对应的呀？这看着像 A 吗 ？A B 不是。这是 A， 这是 B 吗？不是 ，C D 算。这是 A， 这是 B 吗？左右手。左右手。第一个是左手，后面全是右手。I 也是左手 ，I 是左手。OK， 那就是 AI。哦 ，AI 对。哎，就是 AI。就是 AI。这个一定对的。
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是这个答案呀，左手吗 ？AI 啊 ，AI 是什么呀？汉语拼音就是爱。AI 爱。哦，给你最特别的爱哦。直接写爱。爱。密码正确，基地自毁系统已成功关闭。恭喜你们停止了自毁系统，你们成功解救了被困在这里的人，他们可以安全离开了。哇！那现在就可以逃出去了吗？我们做到了，我们说要救他们，我们就做到了。来，我们又做到了！哇，我们再次立大功！我这里还储存着小贺妈妈留下的最后一段话。哦，儿子，我是妈妈。当你听到这段声音时，说明妈妈已经永远和你告别了。我总在实验室忙那些代码和算法，以为做出能懂人心的推汪汪，就能读懂你的心。可忘了任何高级的算法，都比不上一个真实的拥抱。这一切我知道的太晚了。关于推汪汪，我创作它的初衷是希望它能成为人类便捷的工具，但现在却被有心之人做成了害人的利器。可是它本身没有善恶，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用它犯了错，就把罪恶推给工具。我相信未来 AI 会用它本来的样子，实现它真正的使命。我觉得你被设计出来只是因为有人需要你，是因为爱 AI， 因为陪伴。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我将用权限再为你们打开一条应急通道，让你们能离开这里。你们接下来想去哪里？我们想去2036年。开玩笑。老板去世的现场，安检通道。哇，你坍塌了。机房出去之后，到电梯，到咖啡厅，再下密道，再到安检通道。怎么去呢？这儿能出去吗？哦，那。哦，这开了。何意味？摸一下这个墙面。哦。我天哪！这是外边。对我们高个子不太友好。我的腿好酸。小心跳。Thank you。哦，是这儿啊。咖啡馆。今天能不能找到凶手？包的老弟。任务吗？对，就是。在哪一个号里面呢？受到冲击，安检系统已失效，也就是门可以随便开了嘛，对吧？咱们一人看一个吧。哎，还是一起看吧。一起看吧，我也觉得一起。你有胆量去杀人，没有胆量去开门。喂，在我这儿。几号？1号。1号谁走的？1号不是我，我是2号。我是1号，你也是1号。1号，我们俩不能一起进。我是1号，洗不清了，哥们儿。那肯定不是我喽。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抬出去看？抬出去吧。来，打来，3、2、1，走。OK， 好。哦，撇到这儿吧。好，可以了。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凶手的痕迹，以及找找他的死因吧。行了。
首先嘴唇严重发黑，即扎即死，剧毒银针，见血封喉，进入人体后会使其即刻毙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match。生命体征它是4月7号9点27分消失的。死亡时间确认，死亡原因也可以确认吗？对不对？初步判断。然后兜里有啥东西吗？我这边都是空的，没东西啊。27分，哎呦，我们那进的时候没看时间。是27分，27，我记得的，因为我们在外面是9点25，他一直在走。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已经是9点26了，赶紧吧，大家都上班了。其实就是在我们走的时候那一刻杀死他的。没错。好 ，OK。尸体出现在了1号通道，我现在是推探，那么只有丁能是凶手了。那如果是我的话，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你没发现他？1号通道走过2个人。对啊。没错，所以我是马上就要说这个嘛，所以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尸体存在了一个有被移动，或者说它怎么出现在1号通道的这个东西。我们先把这个空间搜一下。哎，这有个东西。哎，那是什么？哦，还有。不重要的管理员，这有个监控 U 盘。我觉得这个就是固定监控无法移动，可能就是你的那个。一会儿带出去看呗。这啥意思啊？这也是个密码，是不是？没错。那我交给你啊。迷宫的构造。它是有密道，对不对？对，迷宫联通。它里面有一个装置可以改变迷宫的构造，不是说迷宫吧，就是通道的构造。所以其实它可以在一个通道里面杀掉人之后，再去扭这个按钮。对，去转这个开关，让构造再改回来。就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算。我们先把这个空间的线索找完。啊，这有一个。这是啥？迷拥了啊！可使人陷入昏迷12小时后苏醒，提前迷拥了，放在这儿。当他走的时候，给他一刀，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制造不在场证明嘛。好，很关键啊！哦，啥玩意儿？夜视仪，凶手带过，把它弄坏了，藏在这儿。哦，如果黑灯的话，你可以看到。闻一下。金的香水味。这是啥？没事，我们先拿着这个。行。好，这里的线索我们应该已经找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找到了一个监控的 U 盘吗？我们现在可以去老板办公室连接上他的电脑看一下监控录像，好不好？好。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就每人走一条道嘛，我们看看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可以啊。先不要吧，我想跟那个宁哥走一条。可以啊，那剩下的小丁自己走一个。OK 啊，这个还好，不开灯的，看看里边是啥样。这1号。对。1号最长。是办公室。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看看监控，朋友们。凌晨2点吗？啊，是谁？2号门我已经修好了。2号门我已经修好了。啊2号门。小丁出来了。丁走的才是2号门，我走的是3号门。啊，我今天走到2号门吗？不是，你走的是1号，应该是被他换了。我也走的是2。
我和谦是一起出来的嘛。就证明我们的这个门都被往后推了一个顺序。 OK。其实我们能得到的线索就是，在2点到9点29中间，这个隧道就已经被换了。所以他的尸体一直在1号门等着。所以那会儿就一直在这边撇着呢，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们探一下那个保险的那个东西，就刚那个小保险。通过那个，我们可以再判断是否今天在走这一道的过程当中有作案的可能。首先，凶手是死在了1号门的出口端的门口，是吧？就转角处，转角过去吗？还是就这儿，这儿还是这儿？这儿是这儿是吧？对，不是这儿哈，不是那，是吧？是。OK， 就这位置。喂，在我这儿。几号？1号。3、2、1，开门！丁走的才是2号门，我走的是3号门。我今天走到2号门了。就证明我们的这个门都被往后推了一个顺序。我明白了。这就是改变它这个门的走向，可以把1号门的通道，可以不去到里边，可以直接从1号变成2号出来。何意味？就是传统的迷宫连通，它不是算术，它迷宫连通。就是你改变迷宫墙上那个方块，把那个迷宫的走向改变。走向改变啊！哇，这么难。因为我在上面看见一个疑问是，就是把1、2、3、4、5这六个门可以变成2、3、4、5、6，但是如果变成2、3、4、5、6的话，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得有第6扇门。第5道墙，你看这里5、6、7、3、4，这个第6号门可以打开来的。它这个6号门打开来之后，它这扇门可以横到这儿来，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通道。这里是其实有一扇门的，就等于说把1的这个存在尸体的这条道给封了。其实我带着这个疑问，所以我去走。我带着这个疑问去验证一下，发现果然可以开。5、6。这个是可以开的，这扇门。它这里的这个第6号门，它是可以打开来的。所以你就画一下嘛。对，我可以画一下。其实是我们以为是5个门，但其实是出口是6个门。6个门，其实有6个门，只不过有一扇门是一直不开的。触发6个开关之后，它就会打开那第6个通道。这是原本的5个出口门吧？这是原本的5个进口门。我刚刚发现了那扇虚门在这儿，这是6号门。本来通道直线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路线，1号门对不对？对。2号门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没错。但是因为走1号门的人出来的时候是2号门。没错。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一扇门，啪转过来，这里一扇门，啪转过来，变成这里一道。然后这个6号门再多了一个，这里可以开的嘛？明白。OK， 那么现在这个是门的结构和路线嘛？尸体我们是在这儿发现的嘛？对不对？就是现在已知信息是我们走第1道的时候，就是小丁先开始出发的时候，他已经走的是这个形状了。那么也就是说，在9点半我们开始进入通道的时候，这个格局就已经变成这样了，而不是在过程当中被改变的。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时候是没有人能够在1号作案的，所以案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应该就是不是我们在走通道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进那个的时间9点27分，的确是我们开始，我记得我当时看了，
生命体征它是4月7号9点27分消失的。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已经是9点26了，赶紧吧，大家都上班了。这也是个密码。密码是不是门号啊？50372617106106嘛？不对，难道是我们找的这个顺序错了吗？6难道是这样？那再来一遍，61017263750，直接开。来，给我们贺一位鼓掌，太牛了！太牛！说明课。现在设计只有我知道，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我看一眼是什么东西啊？刚我看到这个东西了，就在我们那个发现眼镜那个地方，但已经被摔碎了。哦，对对对，我也看到那个了。安检通道隐藏门遥控器，输入开门的角度，按井号确认，所有隐藏门将同时开启。哦，可以扫一下这个。我把李组长的手机拿下来了，怎么还要添加？还加他微信。你好，今天9点。哎，来，今天一共有3次使用记录。第一次操作为将隐形门从90度调为75度，操作时间是9点27分10秒。第二次是将隐形门从75度再调回到90度，操作时间是9点27分23秒。第三次从90度变为0度，9点33分。90度变到75度，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所有人都能去得了。75度是夹缝，它是有空隙的，都可以去啊，它不是密闭的。那你的意思，打个比方，在这儿，到这儿杀完，再回来，那就是还是 OK 的，都行。他开始用了一次这个，证明每一个通道的人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是的。出去之后，他要把它关上。关上之后，等这一招都结束了，他再把它复原，这就是他3次使用记录的一个复原过程。27分开始第一组进去是吧？哦，对，你们2个推探是第2批进去。我有个疑问哈，我们是不是得实地走一下？因为它还有个时间，就是有可能13秒，它可以完成啪啪啪走到位次，然后回来5可能就不行。去现场看一下就知道了。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5，就是我说的那个特殊门，这上面。哦，就是推开了。对，就这儿。然后这扇门也是可以开的，我现在。来，看见没？哦。这是75了，差不多吧，完全可以进。我们直接去1号门吧，省得一扇扇开了。死者就是这里，这也是75。到另外一条通道，这个75。哇，这个要好久。这还挺久的，说实话。它有夜视仪，刚刚说了，它有夜视仪，它可以无限穿梭。这里又是75。哇，有点晕。这里就有一个6号门。打开，我如果是5号，我就要从那钻，杀，回，对。而且要在13秒，因为它是有时间的。是。3秒是不是可以锁一个范围？我觉得是啊。我们出去。好的。生命体征它是4月7号9点27分消失的。27分16。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一次改变门的角度的时间是27分10秒，它是16秒死的，所以他用了6秒钟的时间从自己的点位走到那个所谓的1号门。所以他一定是离得很近。
就是6秒能够去做到的，我觉得5号可能就排了。5号可能就排了。 4号其实也可以排了。5号是谁啊？我是5号，我是4号。4、5，你跑跑看。来，我去跑。 6秒很难。试一下嘛，来，我从4跑嘛，这样咱俩一块试 ，OK 啊，好不好 ？OK 啊。哎，那我跑我的2吧。我们就跑谁6秒能到那儿。好，好，来，我在这看。如果我是1号，我还用得着？哎呀，你就先弄嘛。你先弄嘛。开始吗？没有。等一下。准备好了吗？来，真是你。开始。我就用一个极快的速度。预备。做不到。谁能做到？1、2、3呢？3是谁？李飞。我去跑3吧，我跑。你去跑个3。我再来跑一次，我跑4。来，预备，开始。可以。4秒。 4秒。 4秒，兄弟。但是我也跑到了。真正的速度。你是几啊？我刚才跑的4。你是从4达成的？对啊，我刚才从4走的。我不可能，你是这小的挺快。我真从4走的。在后面。 4勉强可以，但是5肯定铁牌了。 4也肯定不行。4也肯定不行，我腿脚不利索。对，小丁腿，你还能这样？小丁他年轻啊。小丁刚刚站1的时候2秒就到了。他那个小腿跑的，我这都不行。我觉得4肯定是达不成的。那这样意思就是1、2、3出一个。对。你我。李飞。李组长。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审问一下李组长。没错。审问。很短暂的炫酷。我主要看他的表演，这样。我就这么招香吗？来吧，推探。好，接下来我们先提审，再去盘所有人的动机，再往下继续盘。推探大人，我有话要说。请讲。因为刚刚在那个过道的那几下排法，我真的非常的手足无措。OK。我真的觉得只有3的时间是最顺的，它是完完全全是6秒啪啪啪刚好到，在13秒内回来的。而且我觉得1和5呢，应该是铁牌的2位好人。为什么？你走不到啊！你再那么快，你可以排我，但你为什么排1呢？1没有必要开门呐。对。不是，有一个逻辑啊。尸体什么时候进去的呢？一定是前一天进去的嘛。哦，对吧 ？OK。迷晕了吗？我们进入通道之前，那个尸体已经在1号通道里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来保证这个尸体不被发现呢？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在提前已经是开启的了，也就是无论谁走哪条路都不会看到尸体。在进去之前，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是2了，所以他无论走哪条路都需要1、2、3打开一下，进去杀人，出来关上，走2走。我们全部出去之后回到的0，因为那时间上是你最后走完之后他才回的0。回到0之后，也就变成了正常的通道了，所以才会有人发现了尸体。是的，没错，是的。这个意思就是排不了任何人。现在不是，我们这个东西没有确确切切的排掉任何人，没有一个人是能完全洗脱清白的。我们能怀疑就嫌疑大小啊，但是可以。对，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去想一想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就提审一下李组长吧。我觉得他很像会弄到迷晕了的人。这是超市能买到的东西，我觉得不跟。真的？对，是的。
怪不得咱们天天贪。咱们推事就是这样的，来吧，我们邀请李组长来。哎呦我，那个园区塌了哎。对啊。你咋没砸里呢？你跑了？不是啊，这咋这么巧啊？我寻思在这儿躲会儿，我过来，坐下。来，坐在这吧。过来，那个是你的位置。走。不是，你们吃个饭，我也是组长啊，咋的了？不是，我还是组长，干啥呀？这什么态度啊？这都是。解释一下，有人死了，我们在办案，所以请你配合一下，好吧？这啥呀？这是他的。这是人家的串儿。哦，串儿。有。干啥？哎，啥呀？哎，这是嘛呀？这是嘛？封条，2026 4月7封。今天封的。关键性证据。您看。这是我们巡查的时候管理送来的，我也没拆开，我也不知道是啥。多久巡查的啊？早晨的时候，就你们来之前啊，有点琐碎啊，这个。哎，我的卡。卡片是什么？我看看卡片，啥卡？就是这样的，小丁的卡呀，没错。金卡是我的，不好意思。然后小丁的 D 不是你的吗？这个 D 是我的。这是我送给你的。他是上辈子送的吧？不是。高级定制的，我跟他做短短的时候，他送给我的。李组长，我在检查的时候，在安检通道入口捡到了一个领夹，还在安检通道的出口捡到了一个奇怪卡片。这个东西是在安检通道被捡到的。好，你们俩去过安检通道不说是吧？哦。那就说明你有排练过啊，就是。你都已经进过出口了。你看他有问题，来，你坐这儿来，赶紧坐下。可以换，来你去。干啥？我还是领导呢，给我坐。坐吧，李哥。坐下。坐。这个卡为什么会出现在安检通道的出口？你为什么要丢掉我的发卡？为什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我以为是我有3张金卡，我叫金卡带3，没有想到是我的人生卡带了3次。第一次卡带是我死去的男朋友被人冒用 AI 视频骗我的感情，骗我的钱。第二次，当我在心灰意冷的时候走进这家咖啡厅，我在这些弟弟们身上获得了曾经的快乐和甜蜜的时候，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还有一次，就是我的财务收到我的 AI 视频。这是我人生的3次卡带，所以昨天晚上我思来所去，我无法安睡，我必须要调查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偷的走到了那个秘密通道里，我捡到了一只包，包里面有员工卡和钥匙。我先要去另外一个老板密室，我想去那的时候呢，我听到那好像有动静，所以我就没去。我9点50分的时候呢，我就用那个员工卡打开了那个1号通道。对，我去过1号道。我就蹑手蹑脚的往里面走啊。我在进1号通道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来了，我躲起来。这个来人打电话说，哈哈哈哈！我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让那个女人为我上当，让她为我花钱。蠢女人，傻女人，人傻钱多。好啊，现在轮到你啊，你也跟我一样做好了，你骗个弟弟又能怎？我这时候发现，这是不是就是推能造啊？原来是他一直在欺骗我，我是在那一刻才动了杀机的。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杀了他，我就要跟他出去尾随他。结果呢，他那个时候来了一个小弟，
说哥，我们去开个会吧。我就想 OK， 我杀不了他了。我又要走的时候，我听到有动静，所以我返回到那个出口的地方，我躲在那个箱子附近，我就等那个动静走了，我才从那个通道原路返回。22点15分的时候，我把我捡到的那个包放回了，就是大家今天早上今天发现的那个地方。哎，有个包。是的，然后我就回来了。你看到了推好美死了吗？没有。OK， 然后你没有发现老板尸体对吗？没有发现尸体，而且这个时候他还在活着，打电话。推能造死了。是的。啊？那个别针是什么回事？别针是我。好，你退下，你去坐他那儿，你上去。一身汗了吧？清清白白。我弟弟不是被 AI 夺取了很多吗？对。然后我就想到老板跟 AI 很有关系，我就想，我要查一查。我晚上的时候就回来。几点的时候？10点的时候，我蹑手蹑脚回来，想过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儿。我是从 VIP 包间的暗门那个暗门进入的密道，刚要打开这个通道。到密道的时候，听到这个密道有人讲话然后我从这儿有人讲话，我赶紧躲到这个墙角，贴在那儿。我一转身，我一看，我看到一个人的脸。谁呀？好吓人！是当时把我弟弟接走的所谓那个我的朋友的脸。就是你，就是你，啊，我，李组长，啊，然后他们俩说了一句话，我说进去说，进哪儿去说，然后他们俩就进了安检通道。我心想，很有问题，我要调查清楚，我就跟上去了，我就在安检通道的门口，我在那偷听，这个所谓的我的朋友说，我帮你干过一件坏事了，我把丁小弟骗过来了，我不能再干其他事儿了，你不要再胁迫我了，不要再逼我了。然后那个陌生人说，你干得特别好啊，丁小弟，我们已经赚了很多钱，接下来我还要让你帮我干件大事儿，就再多帮我骗几个人过来。我心想，好呀，这一帮贼人，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我要把这些人都给杀掉。我一心想，不对，太晚，有危险，我就先跑了。我以为你当时见义勇为，把这俩人打晕了，说我发现这俩人还要害更多人，我一气之下跑了。真正懂得拉扯之人，这是自己跟自己拉扯。10点05分的时候，我就走了。啊，就待了5分钟。对。那你不那个啥动手吗？就是，没动手啊，我起了这个杀心而已。哦，因为你们还想骗更多的孩子。哦，是，这是。哇，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对对对。一点没有忏悔之意。不是我很忏悔。你过去忏悔。那你来给我忏悔忏悔。啊，丁小弟是你弟弟是吧？对。哎呦我天哪，那完了。你知道你把我弟弟害得多惨吗？我知道，我正是因为这个忏悔，赶紧给我忏悔。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公司不做那小程序吗？推汪汪，它能模拟人的那个声音和表情。那个时候我们就伪造他的脸，然后呢把孩子然后接到一个地方就绑架，然后就跟他家里说我们要300万。哥哥，我会乖乖在这里，不要来接我的，你就放心工作吧。那我一会儿就把丁小弟交给你朋友啦。骗完之后，谁知道他家是那个，这不又卖房子又卖地又借的这些钱，那是对不起啊，就是我真的这事儿我真的特别难受。我在这中间呢，我除了他小弟，我还骗了一老奶奶。啊，老奶奶。
什么？老奶奶是他奶奶。不给小宁的10万块钱，我还是不想动。我把其余的8万都打给您了。这事儿你干的呀？是的。你有心吗？你没有脊椎，你也没有心啊。不是你，哎，你别找啥呀？不是哥，我也不是，哎，刀呢？哎，你先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行不行？你听我说完行不行？我现在有悔过之意，哎，不是，行，先让他说完。对不起，对不起。他还有别的要自首的，你等着，你的钱可能也是大便的。就这些事儿，就最近呢，我一睡觉我就梦魇，就哇这小弟呀奶奶这脸就疯狂演我。虽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我也怕这些东西。没错，亏心事做多了。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通道啊？我跟你们讲，就是因为我干了太多这种事儿，我有点干够了。我就想跟他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发现他在那个安检通道外，在一个女的身前就是徘徊，我不知道那女孩是谁啊，就那女孩已经一动不动了。好美。什么时候这是？昨天晚上10点。昨天晚上10点 ，OK。对，然后他发现我了。在这里做什么？我俩就在安检通道，然后就聊天，被他听到了。对，就是他听到的那段话。老板，我真的不想再干拐骗丁小弟的这种事儿。之前都是你逼我的。你干得很不错呀，而且丁小弟那笔你也赚了很多呀。我最近需要让你再给我骗一批小孩子。我说你让我走吧，完他说只要你走，我就把这些事儿就全推到你身上，就说全是你干的，我就成白手套了，我就完了。所以你就杀了他。所以我想杀他，但是他死了，这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我以为刚才塌方砸死的呢，粉尘呛死、砸死都行，反正他死了就行，太好了。现在我们得知一个信息，就是其实在10点的时候，老板还没死。对。你们聊完之后，你们分别怎么走的？他走1号通道走的，然后你走到门口，我也走的1号道。你跟他一起走的1号道。他是这样的，他说呵呵以后啊，我还需要你干更多的事儿，加油。他一刷他就走了。然后一个人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我刀了他一下，他先走之后，我说我必须弄他，我就尾随其后跟他进了1号道。但是我进去之后没发现人，没找着人，啊？你几点进的？差不多10点10分左右。如果我们现在相信他说的话，那么就是老板怕前面一关已经从0度变成了90度了。就老板走进去，老板是走的1，老板在1晕倒，然后他也走1，但是他走成2了。就是他那个老板从进口走进去的时候，他摸怎么没有墙壁？没有墙壁，墙壁一摸一张脸，啪一刀。啊！不是刀，迷晕，直接迷晕。对，直接迷晕。所以这个人，他要作案的话，他得在出口。我返回到那个出口的地方，直接锁胸。没，那我走了。他的死亡时间是我们一起进入密道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你有杀死他的嫌疑。你脱不了干系啊。我们已经推演出了时间，3号位是最有可能。是咱们5个吗？不是。对啊。但我们时间都被排掉了，我们现在只有3号位是时间是最顺的，也就是你。不然为什么把你叫到这里来？不是，哎呦我天！他是被一个非常了解这个密道构造的人，应该是在这个工厂里面长期工作的一个人，甚至知道第2天会有6个新员工来的人，而符合这些所有条件的就是你。你是按照我的画像往上贴的，你是现在在排除你自己的问题。你知不知道那安检通道可以变门呢？变门是啥意思？那你知道那个迷晕药吗？迷油药不知道。那你知道啥呀你？他肯定不会说他知道。
你直接让人认罪，他能认吗？好，没事儿，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线给它还原完整，我们再去找漏洞，好不好？我们还有一个贺的时间线，还有一个宁的时间线。我的时间线很简单，你去坐那儿。啊，这我就排过去了。哎呀，我听完这大家的陈述啊，我发现。让你点评大家的陈述了吗？说自己的。Shut up. Shut up. 我今天发现我又可以洗脱我的罪行了。你的罪行？就证明我的清白了。洗脱我的罪行。我的时间是昨天晚上9点15，我去了那个老板密室里边去看那些东西，撕照片、录音，然后那些资料我都看了一遍。我就在里面搜这些证据，我没有听到任何的人讲话。9点25，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也没有经过那老板密道，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这就是你所有的时间线。凶手如果要杀掉忒能造，他要满足杀他的那种恨意要成立。第二个，他得知道忒老板在哪儿，他得知道有密道这个东西，他得知道里面的构造，他得知道那老板会确确实实出现在密道里边。他还得知道我们第二天有这么多人会进到密道，谁会知道这些东西呢？一定是有人提前进去过。刚刚你们俩说你们俩都提前进去过，还有你，李组长。我刚刚说我能证明自己清白，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明白你的意思，兄弟，你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制造这个犯罪吗？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工厂，我连他是谁我都不认识。我跟他是同样的。你也没进去过吗？我说一下我的时间线啊，我是9点钟偷偷从 VIP 包间去到的密室里，9点10分拿了照片和那个我就走了。安检通道那个事儿我完全就是不知道的，我甚至不知道有那个园区。OK， 这样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思维，就是可以交叉时间线。虽然你们昨天在密道和通道里没有见到彼此，但是你们现在自己讲述的这个故事是其实可以印证彼此的一个时间线的。我们可以知道谁在说实话，谁在说假话。没错。来，我们从1号位开始啊。那我吧，这是万恶的开端。宁，9点到9点10分，路线是一个从 VIP 到办公室，然后第2位重磅登场的是咱们贺 OK。重磅嘉宾，什么我就重磅嘉宾了？没，您还是万恶之首。9点15到一个什么9点25，你看 OK 也是走的 VIP 到一个办公室。好，这2个人标注都是未经过一个安检区的。那么第3位也是重中之重了，是咱们的金。9点50到了密道。10点15，1号。出，在1号道辗转反侧。下边第4位，丁。10点，从 VIP 到密道。这个是那个胆小鬼嘛？就待了5分钟走了。对，待了5分钟走了，对吧？我走了。什么叫胆小鬼？我叫有勇有谋。现在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位是谁？是咱们的李先生。李先生，一个大李子，对吧？9点55从园区开始，你看这管理层就是不一样，起始点都不一样。对，从出口往里走。他到安检的一个出口，这是几点？10点。OK。10点，哐，他从出口就往入口走，看到了郝美，那会儿就已经死了吗？对，这会儿就是碰上老板了。是的，老板扭脸就是把屁股对着你是什么时候？就是10分嘛，10分。好 ，OK 了。我就尾随其后跟他进了1号道，但是我进去之后没发现人，所以刚才就是所有的时间现在已经吻合了。目前来说，9点钟的时候我来了，对吧？然后我待了10分钟走了，过了5分钟呢，贺来了。在里面待了10分钟，走了。9点25到9点45之间，很大的可能是小美正好是过去帮我们偷什么员工卡，但是被老板捉住了，他俩在这个搏斗或者争执之类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刚好
这个在45的时候，你来的时候听到了密室里有人在吵闹，他就在9点50的时候就进入了1号。10点当中的时候，这个姓李的这个人就来找老板了，在入口的时候说那个他弟弟的事儿，刚好被小丁在10点当中的时候听到了，10点到10点05。之后老板来了，我立刻就躲到1号通道，躲到出口这边去听。也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吻合的，它吻合的。对。基于这线索，知道这个密道、进去这个密道的只有他一个人。我们3个和李飞嘛，和他呀，他哥们儿从园区出来的。我知道这哥们儿也是，但我们3个太干净了。我的意思是，你们俩连进都没进过。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在外面看着人，我就走。如果是我的话，6秒我都用不到。开始。是的，没错。左凶了，你们俩之中的一个。那就只有你了。哎呦我天哪，这太草率了。对我来说只有那样。那如果我跟李飞如果2选1的话，我为自己辩解一下。首先，我觉得刚刚贺有一点说得很对，这个凶手一定要有什么第2天能知道我们会走这个新员工测试。没错。我把这个老板杀在那儿，为什么呢？何意味呢？不是，首先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拿这个员工卡去刷那个通道呢？是因为小美的那个原因吗？我们要调查这个东西。但包是你发现的。我捡到了一只包，包里面有员工卡和钥匙。那我还有一个。你说。我是当晚才认识，可以能造。我当晚如果就要杀死他，我去哪里找那个既杀既死和迷庸了 ？No。他在我们昨天破案的过程当中，他已经看到那个符号了。那个符号是他前男友设计的符号，被盗用了。我发现灯箱在闪，感觉不太对劲，就拍了一张，然后我就发现了秘密。这个呀，这是他亲手设计的，这个设计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所以他是有可能知道园区的点。是这个道理。哥，你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做 AI 假视频的人不是杀了我前男友，他是冒充我死了的前男友骗我钱。要知道我之前的动机可是只是我的钱不见了，我为什么随时要准备好杀人呢？所以，如果是我们俩2选1，现在我这些技术，我就觉得肯定是李组长。对，动机上他是最轻的。对呀。动机他很轻哎。大概的方向呢，我觉得可以从一个犯罪时间充裕与否，可能在这个维度上，金会比李稍微更充裕一点。整个时间线来看，还有25分钟的作案时间。李呢可能会稍微仓促一点，在时间层面上来比，但是呢，李的动机一定是比金的要更强烈的，且李也会满足所有的条件。没错。如果只有我和李飞的话，兄弟们，咱们这把绝对是李组长。我觉得是 OK 了，可以投票吧。走。那我们投票去吧，好吧？你看最后是不是我就完了，李飞？必是你。原本比较纠结于金和李中间，但是李组长会较于金有一个更强的动机。最后就决定把这票还是归给李组长。李组长是刚好符合13秒那个人，但我认为从凶手心态上来说，不太可能留下刚好符合自己作案时间的证据。我投的是脊椎李。在李组长和金之间选的是因为他们俩都有知道这个密道的一个可能。这次我投的人呢是，我投的是，本案呢，我把凶手投给了旅行不用推理，投
同城省道心理。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在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宁气泡、金卡戴珊、贺义卫、丁布丁和李组长。经过推理，共有2位嫌疑人获得票数。他们分别是李组长和金卡戴珊。李组长可以投票吗？不行。李组长不能投票，现场还有人投金卡戴珊。为啥你0票逃脱吗？对。可我一个0票逃脱会怎样？现在宣布获得最多票数的嫌疑人是李组长。请投了李组长的玩家出列。坏了！我觉得能够达成今天作案的能力的话，一定得对园区有所了解，对整个安全通道的构造有所了解。第3就是知道今天有新的员工会入职于园区，所以从这几点上来说，我觉得李组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李组长，一他时间工龄最长，2他的杀人动机我觉得最深，还有为什么他符合13秒的杀人时长？李组长和金之间选的是因为他们俩都有知道这个密道的一个可能。看在金好久没拿到金钥匙的份上，我就选了李飞。如果我投错了是金的话，他也可以拿到这钥匙；如果我投对了，那皆大欢喜嘛，对吧？有可能你投对了。对，我坐飞机走了。同城旅行送你一行。我不玩了。大家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如果是你们2个，我真的，让他俩就认了，能咋呢？他们2个那还有什么可说的？都去了密室了，0票投脱。本次案件锁凶。本次案件锁凶成功。等一下，有没有但是？成功与否？还是失败了呢？还是失败呢？本次案件锁凶成功。就是李。就你投错了，宝宝。真的不玩了。真烦。你为什么不信我呢？哎，我头一次来嘛。我说实话，最后确实是2个人很难分辨，很难分辨。现在宣布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李组长的手机。又是手机吗？我真的我会发疯。大家添加了隐藏门售后人员的微信，点开他朋友圈可以看到，他发了2张安检通道的检查图片，一张时间是4月6日晚上23点50分，一张是4月7日上午9点33分。通过这2张照片对比，会发现，第1张照片拍到了2号通道的前半段有红色碎纸片，有粘性的。第2张照片能发现4号道后半段上出现了红色纸片，证明有人从1号道沾到了鞋底，走到了4号道。现在恭喜宁气泡、金卡戴珊、贺义卫
丁布丁科菲豆，获得金钥匙。太好了！大家都得一把金钥匙，等于我没得。哎呦，这个没有，不是，哎呦，他就是还得我们输才行。对，那我们都错，你也零个。就是又保证我是对的，然后又保证你又是在我下面。哦，就我最好是我投错。对 ，OK。金钥匙会在游戏大厅发放。恭喜5位玩家通过了2个副本。那为什么在场的只有4个人？哎，1位玩家暂时失联，我们正在与其连线中。掉线了。现在，请在游戏框内领取你第2个游戏副本《星光咖啡馆上下暗》中所获得的金钥匙。金钥匙1个。哇，金钥匙现在长这样了吗？哇，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你也只有1把？没有啊，我家里有把大的。等等，我们3个人都一人只有1把，而某些人，刘某宁、刘某人，你怎么啊？我有2把啊！哇，这种故事好像只有第4季才经历过这种的荣誉。哦，对，上一季哥是上一季我是倒数第1。你有考虑过我的心情吗？现在你体验了吧？现在体验到了。金钥匙发放完毕。第3个副本世界加载中。副本3推陈滚式，场景渲染失败。怎么回事？失败了。副本3推陈滚式，正在崩塌，无法进入。哎，怎么回事？这是哪儿？这是要把我们传到哪儿去？选择传送。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8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开始推理吧联合微博发起开始推理吧公民入驻计划，微博网友为本次副本提供部分源代码建议，感谢玩家们的支持。宁气泡的奶奶遭遇了一场 AI 骗局，骗子去拿捏这个老年人急切想治病啊、怕麻烦啊，然后清晰那些就是灵丹妙药的那种心理，去骗走他们攒了多年的积蓄，要给就是家里老年人科普一下这种新型的诈骗类型，守护老年人远离 AI 骗局。丁布丁的弟弟遭遇了 AI 换脸诈骗，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了。所以我想提醒各位家长，不要轻易的泄露孩子的所有信息，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应该提高一个反诈意识，好好保护好孩子的安全。现在的新型诈骗实在是太隐蔽了，有人用 AI 换脸冒充假主播直播，更有甚者一步步套取人脸动态视频、短信验证码，把人彻底套牢。所以我真心提醒大家，面对骗局千万别掉以轻心，不贪心，不轻信，不上当，牢牢守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底线。AI 它出现确实给我们很多地方带来的便利，但今天这个案子展现了很多 AI 被有心之人利用的情况，让人就是防不胜防，多一点警惕就会少一些风险，要保护好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在今天的故事里，推能造他伪造亲人求救的视频，冒充医生推荐天价药品，甚至定制虚拟恋人骗取钱财。但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多 AI 滥用的情况，你在网络上发的所有照片，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AI 本身是科技进步的结晶，本身就带着改善生活、便利生活的底色。工具本身是无从对错的，决定它最终的走向永远是使用它的人。
只有守住合规使用的底线，不让技术被恶意裹挟，才能让科技始终走在向善的正轨上。不管 AI 发展的多厉害，算法都是无法替代人和人之间的陪伴、情感、温度，这些都是代码永远也模拟不出来的。AI 技术本身不是洪水猛兽，但是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可能成为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利器。AI 诈骗在现实中已经发生多起，公安部门也一直在严厉打击这类犯罪。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市民都要提高警惕，凡是提及转账、汇款索要个人信息以及验证码的，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2次核实，守住钱袋子，从多一次核实开始。下周起连续2周推门系统修复，每周3、周4 12点副本加更上线。6月24日、25日12点副本加更第1期上线，推门系统突发 bug， 玩家陪看共寻修复线索。7月1日、2日12点副本加更第2期上线，玩家通关挑战，竭力解除推门系统危机。每周2预告抢先看，每周3、周4中午12点 SVIP 副本加更上线，4日中午12点 VIP 更新会员专享。7月8日起推门第3副本全新解锁上线，与推团继续开启角色冒险。这是哪儿？灰城鬼市后台，不呵，他被谁绑起来了？开门，给我们开门！你是不是逗我们？别闹了，哥们儿。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救救我！救救我！前往存档处调取过往副本资料。这一家人好做过，哪来的茶言茶语？斯文败类。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哦，看得我浑身好痒啊！要去洗澡。一会儿你跟宁哥的表情就精彩。这点蛋白质非要不可。别吵了，别吵了，这个反正到现在还没当过爹呢，我们俩可以当个双爹。我就乐意看点这，但是我就不用怂，我真的怎么一直在吃？我们是最大的 bug， 快点去解决 bug。这个游戏代表着我们的智商，代表着我们的道德和品德。哎呀，没呀！我什么你？我痒咩？拉完了。王子望夫石，跟他有什么关系？别再说这句了，你。谁能惩戒一下这周克宇？本是同年生，相煎何太急。魂师5 bug 特别企划，为期2周全力修复。我是本案的凶手李组长，是 AI 园区人人忌惮的小头目。可到头来不过是忒能造的一枚棋子，依托 AI 产品实施感情定制诈骗，大肆敛财。那你嗷嗷叫啥呀？我害怕呀。我尖叫。他说好的，我出来吓死你！哇，这么帅，兄弟！我看张凌和怎么经历。我什么都行，只要你赏口饭吃就行。求求我！你们这样的话，以后那个补给站会抢得很血腥的。他的分在我这儿，我帮他上的。他的分在你这儿，我的心也在你这儿。对，人不要。好快乐！我这边，这太香了。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妈妈，我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草场地官方店铺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夜色系，观演绎，推视视线密距离，人云晃对影戏，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旗，残气继续是播映，谁藏匿踪迹？一生与风声合力鼓弄着宣讯，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扭开执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脱不脱。
的真与假，谁能摸拔？故事无力看法，开始推理吧，寻找消失密码和证据来对话。安局部任性机，别往深处藏诡计，风险紧，因为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